伊莲娜始终声称自己没有受伤，拒绝去医院检查身体。苏无忌也觉得自己没事儿，后背那些小伤口确实都快愈合了，于是一行人便上了救护车，被京城园送往了京家旗下的豪华酒店。几人在救护车上面对面坐着，伊莲娜微微低着头，眸光微垂，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朴妍希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臂，说道：第一次经历这种危险的事情，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来缓冲。我知道的。伊莲娜抬头看了看朴妍希，也没解释自己的心理状态，而是很真心地说道：你很体贴。苏无忌说道：这是朴妍希、伊莲娜，你跟我一起喊妍希就行。朴妍希微笑着解释了一下：我是无忌的姐姐，你喊我妍希姐吧。伊莲娜本想说她肯定比朴妍希大不少，但话都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她还是说道：谢谢你，妍希姐。京城园看到伊莲娜的精神状态似乎有些不太好，连忙道歉：这次是我们南厉的军警们表现不好，伊莲娜小姐，我们一定会给予您合适的补偿。伊莲娜摇了摇头：没必要的，你们做的已经很好了。苏无忌又问向金奥利：你后背的伤口怎么样了？听到苏无忌这时候还记得关心自己，金奥利的心中微暖，轻轻笑了笑：已经缝针了，没什么问题的。苏无忌说道：用的是美容针缝的吗？金奥利没想到苏无忌的关心点在这儿，于是道：不是没关系的。从小到大受伤的次数可太多了。那留疤那多不好。苏无忌说道。朴妍希开口道：奥利，待会儿你去我房间，我帮你消除一下疤痕。两人之前在海岸边已经聊过天了，金奥利也很少受到这样温暖的关心。他迟疑了一下，说道：好。朴妍希随后给酒店打了个电话2801和2802房，请帮我们提前给浴缸消毒，放满热水，谢谢。毕竟苏无忌和伊莲娜都在冰凉的海水里被泡了个透。伊莲娜忽然想起了小时候的冬天掉进河里，妈妈给自己放洗澡水的情景了。儿时浴室里的热气一直留存在记忆深处，此刻竟开始蒸腾起来。沉默了几秒钟，她很认真地对朴妍希说道：妍希姐，谢谢你的关心。冬夜里难得的温暖。伊莲娜从来都不是一个容易被感动的人，事实上，感性的人根本无法在她现在这种位置上站稳脚跟。可是苏无忌今天晚上对陌生人质也愿意奋不顾身相救的表现，以及朴妍希给他擦头发的那个温柔动作，让伊莲娜受到了强烈的触动，想起了很久很远的一些画面。这一刻，她忽然有些想去那位于华夏灵州的皇后酒吧看一看了。苏无忌想起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道：对了，老高怎么样了？他没被奥丁打死吧？听到这两个名字，伊莲娜没有抬头，但眸光却控制不住的微微一凝。奥丁居然也来了南厉，还和大哥交手了。她心中微紧。奥丁显然是冲着自己来的，两人之间的过节太多，三言两语可说不清。高海峰实力强悍，即便是奥丁想要赢了高海峰，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朴妍希说道。而碍于某人的到来，奥丁只和高海峰交手了一招，便前往米军司令部营救严坤了。碍于某人的到来？苏无忌一挑眉毛。妍希，你说的是谁？朴妍希微笑着说道。你猜猜。苏无忌和朴姐姐的默契度早就非常高了，
一看对方的眼光，他就了然了。原来如此，哈哈！以这大哥的莽劲儿，一旦缠上奥丁，后者还真没那么容易把他干掉。伊莲娜听闻高海峰没事，轻轻松了一口气。金上校此刻已经回到了房间里，摘下了他的龟皮面具和改变瞳孔颜色的美瞳。面具下的这张脸稍显苍白。等他卸完妆走出卫生间，看到客厅里坐着一个穿着睡袍的男人，正倒着红酒。大哥，我不喝你这从便利店买的红酒，都是各种添加剂勾兑出来的。金上校笑着说道。都忙完了。大哥问道。差不多了，唯一被劫走的人质也被苏无忌救回来了。果然，他的入局才是我们最大的成功，这钱花得值。这大哥倒了2杯酒，把一个高脚杯挪到金上校面前。尝尝吧，这瓶酒，现在的流通价格起码得5万美金。金上校这才拿起了酒杯，笑着说道。这才配得上你的身价。大哥问道。之前跟你在门口抽了1小时烟的货车司机是谁？金上校摇了摇头。游侠神殿的第1天王。哦。大哥听了之后，也发出了和金上校之前一样的感慨。这2天南丽真是热闹。这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都来了。金上校笑道。不过，要是别人，还真没法从我这里弄走500万华夏币。大哥说道。你身体不好，平时少抽点烟。金上校笑了。也就今天抽的多了一点，没想到那个家伙是个大烟枪，雷蒙情报局关于他的资料简直一点都不准。这大哥明显很看不上雷蒙。雷蒙那个自大的蠢材，能把情报局做那么大，全靠你俩帮他撑着。金上校倒还是替雷蒙解释了2句。前些年的雷蒙，能力和眼界确实都是不错的，无论放在哪里都能成为一方枭雄的。那也不妨赖他老了之后变成那个蠢货。你也经常回国休养一下吧，西方黑暗世界的事情别再掺和了。大哥说道。家里的生意那么大，你得回来帮帮我。金上校笑道。大哥，我看是你在娱乐圈的生意越来越大了，这才多久，又捧出了个顶级女团，团里的新嫂子们都还挺漂亮的。对于金上校来说，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小嫂子了。在他看来，如果把大哥的人生写成一本传记，那么书名就可以叫做《不敢想象财阀有多快乐》。大哥打了他胳膊一下。别乱说，我一个都没碰，现在对女人都没什么兴趣。金上校忽然话锋一转。大哥，你孩子也不少了，准备从里面挑哪一个来挑大梁？没有像我一样出色的。大哥说道。还不如让你上。千万不要。金上校说道。全南力的第1世家，这份责任太沉重了，我接不住。事实上，他已经拒绝过无数次了。大哥笑着摇了摇头，自己弟弟的能力到底如何，他可太清楚了。自己那一堆子女跟老弟一比，简直天差地远。金上校说道。我知道你一直没选定继承人，是因为你还一直想着幼林。听到这个名字，那大哥收起了笑容，轻轻一叹，把杯中酒喝光了。他1岁就在你国丢了，我在美洲找了那么多年，杀了那么多拐卖组织的头目，现在还没有相信。大哥靠在了沙发上，过往回忆的涌出，让他在这一瞬间明显有些无力，自嘲地说道。火金再续，叱咤南力，
那么多年，却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保不住。金在旭的第一任妻子在多年前因病去世，这第二任女友是个米国人，当时给他生了个混血的闺女，取名为金幼玲。金在旭和这个米国女友爱得死去活来，一直想要娶她为妻，可是家中的长辈极力阻挠，他们声称金家从来没有男人娶过其他国籍的异族女人，如果金在旭非要这样做，那么将会彻底丧失继承权。这混血女儿金幼玲在长到1岁多的时候，被人潜入金在旭位于米国的别墅里偷走了。由于这打击太大，孩子丢了没多久，这米国未婚妻便精神失常了，没过1年就自杀了。金在旭后来虽然不缺女人，也不缺孩子，但一直没有再娶。没有女人能真正成为他在金家庄园里的枕边人。而自此之后，那些曾经极力阻挠金在旭婚事的家族长辈，入狱的入狱，横死的横死，下场皆是让人唏嘘。可以说，如果金幼玲没有被人偷走，南丽金家也不会有这么一位能手握东亚风云的强大家主。金在旭沉默了一会儿，似乎是回过味儿来，随后抓住了金上校的胳膊，声音微微波动，说道：明鹤，你以前总是避免在我面前提起幼玲的名字，今天这是怎么了？金上校在南丽的名字叫金明鹤。金明鹤摇头说道：没什么，我前2天去艾琳的坟前祭拜了一下，跟她聊了一会儿你的近况。这个艾琳就是金幼玲的生母。金在旭摇了摇头，随后笑道：那你千万不要对她说我交过多少女朋友，有了多少私生子。金明鹤看着哥哥这强颜欢笑的样子，说道：我就算对艾琳说你守身如玉，她肯定也不相信啊。是。金在旭又叹了一声，如果幼玲还活着的话，现在应该25岁了。金明鹤看似岔开了话题：大哥，这次破冰计划成功进行之后的庆功宴，你要参加吗？我参加做什么？金在旭说道：我1分力都没出，况且这种事儿我不适合出现在台前。金明鹤坚持说道：你还是出席一下吧。金在旭：理由呢？金明鹤笑道：真正不适合出现在台前的是我，你能代表金家的态度，你要是不去，那么金家谁去都不合适。这个理由勉强能说得通。金在旭说道：如果举办庆功宴，记得一定把那几个参加陷阱计划的北新将领也邀请了。金明鹤点点头，眼睛里闪过了一道光，看似随口说道：他们的侦察局长负了伤，也留在南丽呢，我一并都邀请了。金明鹤喝光了杯中的红酒，说道：大哥，时间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天天这样熬着对身体不好。呵呵，我就算是现在死了，这辈子也是活得值了。金在旭摇晃着杯中的红酒，眼里带着看似洒脱的笑意。之前提到丢失的女儿所引起的情绪波动，此时似乎已经消失无踪。的确，整个南丽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把金在旭奉为榜样，想要活成他的样子。和其他掌控名声的财阀所不一样的是，金在旭在民间的风评很好，想要黑他的话，所能找到的唯一黑点就是环绕身边的女明星太多了。但没办法，谁让整个南丽最顶级的娱乐资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呢？的确，要是给我那么多漂亮女明星，我也觉得自己没白活一场。金明鹤笑道：你要是愿意走到台前来，这方面还能缺着你的。
金在旭走到窗前，望着外面的月色，话锋一转：明鹤，你觉得这个时候苏无忌在干什么呢？南丽金家的现任家主，自从上任之后，纵横捭阖，无人能挡。不知道有多少凌厉的决策，是金在旭在这卧室落地窗前的月光下做出来的。金明鹤微笑着说道：从雷蒙情报局的情报来看，他这个时候应该在酒吧里和各种女人上床。所以雷蒙情报局做成如今这个样子，雷蒙这个自大的蠢货真是难辞其咎。金在旭说道：是啊，情报的精准度简直差之千里。金明鹤点点头：谁能想到这个苏无忌天天美女环绕，居然是个守身如玉的家伙。金在旭说道：你觉得该怎么对待他？金明鹤说道：我们南离金家必须与苏无忌搞好关系，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当然是联姻。他说出了自己在米军基地门口讲过的话。金在旭笑道：是个好主意，我听说了，你已经让人开始在整个金家范围内物色适龄的女孩了。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表现出了这位家主对整个家族的信息掌控力。什么都瞒不过大哥。金明鹤说道：苏无忌既然来了一趟南厉，那么就最好不要让他双手空空的回去，我们得创造机会，往他的手腕上多缠几根红线。金在旭说道：有合适的人选了吗？有，却没有。金明鹤摇了摇头：人数不少，但不够优秀。金在旭说道：一个都挑不出来。金明鹤望着大哥的背影，轻叹了一声：哥，如果幼灵还活着，他一定是最合适的那一个。金奥利此刻正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在朴妍希的面前大大方方地脱掉了上衣。无忌经常受伤，他很臭美，每次都得用这种方法去疤。朴妍希说道：但会非常疼，得忍一忍。金奥利轻轻点头：我不怕疼的。果然，当药粉洒到后背的伤口上，金奥利的身体轻轻一颤，但却并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这种疼连苏无忌都控制不住的满身大汗，可金奥利却能忍住一声不吭，极为不容易。朴妍希似乎是为了转移身前姑娘的注意力，随后说道：你身上的旧伤不少呢。眼前的身体白皙细腻，一起一伏的曲度皆是无比完美，即便陈年伤痕也影响不了这种动人的美。金奥利这种时候竟然还能微笑开口：都是小时候训练造成的皮外伤，现在伤痕都已经淡了许多了，这些老伤不处理也没关系的。朴妍希问道：你不是他的妹妹吗？怎么舍得对你训练这么狠？不仅是我，家族里的所有人都一样，哥哥本人也是如此。金奥利说道：我们从5岁开始，每到冬季就得在家族长辈的监督下，每天光着脚在雪地里跑1公里，说是为了锻炼我们的意志力。朴妍希说道：确实很苦，但不科学。都是没苦硬吃。金奥利说道：每天在雪地里跑，意志力还没锻炼出来呢，每个人都生了冻疮，双脚溃烂流脓，连路都走不了。摇了摇头，他笑了笑：这种不科学的训练项目还有很多，但我哥哥却都能完成，他每一项考核都是满分。朴妍希说道：确实厉害。我对他是尊敬有加，跟面对无忌的时候不一样。金奥利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画面，笑了笑，这笑容之中带着一股发自内心的轻松，和之前回想过去辛苦训练所露出的释然微笑截然不同，更生动也更亲切。朴妍希一边包扎着伤口，一边说道：跟无忌相处更舒服吧？是呢，是真心朋友的感觉。
金奥利笑着说道：“哥哥会让我去冒险，但无忌不会。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会挡在最前面。”这时候，敲门声忽然响起，正好包扎结束，金奥利披上了衣服。一个穿着职业套裙的女人正站在门口，她的手里拿着2份请柬。我是国家情报院的工作人员洪金珍，金局长、朴小姐，明天晚上的破冰计划庆功宴，洪仁泽院长特地邀请2位参加。朴妍希却第一时间就拒绝了。我是华夏警察，不方便出席宴会，谢谢你们了。洪金珍听了，立刻说道：“明白。那金局长这边？”金奥利说道：“我的职位敏感又受了伤，也不参加了吧？北星的其他将领会代表我参加。”明白，我会向上级反馈。2位早点休息。洪金珍鞠了一躬，便告辞离开。朴妍希看着面前这张晦血面庞，说道：“其实，你的身份在南离高层这边已经不是秘密，完全可以参加宴会的。”金奥利摇了摇头，轻笑道：“回国在即，我更想腾出时间和无忌一起吃顿饭。”朴妍希笑着说道：“那你早点跟他约时间，不然要排队了。”然而这个时候，金奥利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看来电，随后说道：“是哥哥的电话。”朴妍希点点头，收拾好药箱，先出了门。金奥利接通电话，轻声说道：“哥哥，你安全回去了吧？”那边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听说你受了伤？”金奥利说道：“皮外伤，没有伤到骨头，不重的。”那就好。那边并没有细问伤势如何，而是说道：“明天有个庆功宴会，你代表我出席一下。”金奥利无奈地说道：“哥哥，我的身份无法代表您，整个北星都没人能代表您。”这是命令。那边说完之后，便挂断了电话。隔壁房间里没开灯，月光透过落地窗户洒进来，在地面上留下皎洁的光影。伊莲娜正泡在浴缸里，每一寸雪白的肌肤皆是被热水所浸润着。妈妈，我今天在一个男人的后背上待了一晚上，现在有点想你了。她看着窗外，眸光悠远，轻轻自语：“我现在每天都是打打杀杀的，你要是看到了，肯定会失望的。”发了一会儿呆之后，伊莲娜拿起了手机，打了几行字，随后删删改改许久，才把这条消息发出去。消息的内容是：“我见到他了，现在觉得你的选择没错，他人不错，肯定不会负了你，我放心了。”许久之后，那边回了一条消息：“谢谢你的大度，我已经走了，祝我们都开心些。”伊莲娜轻轻摇了摇头，笑了笑，绝美的俏脸之上，表情微微有些复杂。她从浴缸里站起来，任由水流从那完美起伏的曲线上流下，泡了个热水澡，好像轻松了许多。伊莲娜笑了一下：“该去打仗了。”说着，她仔细地擦干了身子，穿上了浴袍，又打了个电话：“把东西送来。”10分钟后，敲门声响起。伊莲娜打开了门，2个黑衣人就站在门口，躬身轻声道：“大人。”看着身材都是女人，她们的手边各有一个大行李箱。这2个女人毕恭毕敬，伊莲娜没开口，她们甚至不敢抬头看一眼。东西放下，你们回去。伊莲娜轻轻说道，这话语清淡，但是语气中却自带一股无形又庞大的压力。是大人。这2人把箱子放进房间里，立刻离开。还有，伊莲娜又叫住了他们。10分钟之后，
联系苏珊娜，让她把我出发之前写好的约战书发出来。关上门之后，伊莲娜打开了第一个箱子，里面是一套黑色的战斗服，上衣的胸口绣着一弯星月。这战斗服不知道是什么材质所制成的，看起来透着一股幽深的黑，似乎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伸手不见五指。而在这战斗服的下面，还有着一件暗红色的披风。伊琳娜换上了衣服，又从箱子里取出了一个黑色的眼部面具，遮住了半张脸。她随后打开了第二个箱子，箱子里面交错放着2把武器，这像是2把刀，但更确切地说，是月牙形的利刃。这是某位天神级人物的标志性武器，月刃。这2把利刃不知道收割过多少黑暗世界高手的生命。伊莲娜拿起了2把月刃，却并未立刻出门，而是回到了窗边，在月光下静静地站了好一会儿。这时候，黑暗世界的论坛已经沸腾了起来，因为月影神殿的月神亲自发出了战书。这战书的内容非常简单，只有一句话：天权奥丁，我在老地方等你，与我一战。署名月神。随后，伊莲娜推开窗户，简单的一步直接跨进了夜色里。没错，他就是在西方黑暗世界里名震天下的月神。没跟伊莲娜，月冰灵并没有参与破冰计划。此时的他正坐在一台黑色现代商务车里，这车厢内部明显改装过，挂着好几个监控屏幕，设备走线非常复杂。屏幕上呈现出来的都是某一幢别墅四周的画面。月格格以夏红镇秘书的身份来到南丽，主要任务是为了秘密抓捕潜逃的刘伯果。此人在首都财政系统里任职多年，掌握着太多的秘密。他这么一走，调查局在好几条证据链条上的线索全部断了。岳处长，一名行动组员说道，刘伯果今天中午12点进入了这间别墅，就一直没有再出来。岳格格问道，他每天的作息是怎样的？这组员说道，非常简单，每天早晨出门，中午回来，然后在房间里待到第二天早晨。刘伯果不好好藏着，这种时候还出门做什么？岳冰凌问道。整容，确切地说，每天都在进行面部微调。这组员说道。南丽整容技术比较发达，我想这应该也是他选择来到这里的原因之一。岳冰凌看了看手表，已经到了深夜3点。他带上通讯器说道，各小组做好准备，准备实施抓捕。说完他便下了车。此时那间位于200米之外的别墅一盏灯都没开，处于一片漆黑之中。岳冰凌此刻已是全副武装，他端着一把突击步枪，小心地走到了别墅院前。整栋房子已经被调查局的行动组员们包围了。第一组进。岳冰凌一声令下，5个组员立刻翻身进入了院子里，动作极为轻巧。据调查，这栋别墅是刘伯果临时租的，院子里并没有安装任何监控探头。而就在岳冰凌准备起身跃进院子的时候，他忽然发觉身后不远处有红光冒出来。他扭头一看，发现自己刚刚所乘坐的那一台指挥车的车头上忽然冒出了一大片火焰。车里怎么回事？汇报情况。岳冰凌立刻说道，门锁故障，打不开了。里面的那个组员明显有些意外。岳处长，起火不是油路故障，应该是有人纵火。有人纵火？从岳冰凌下车到现在起火，中间也不过是短短3分钟而已，对方动手的速度着实太快了。
打碎车窗，立刻下车。你的底盘也起火了。岳冰凌看着燃烧的车子，声音很冷静。其余组员继续搜捕刘伯国。这组员立刻打碎车窗，纵身跃了出去。他才刚刚翻滚着落地，从底盘下面冒出的火焰便把整个车身包裹在了其中。如果不是他跳出来的比较及时，估计要被活活烤死在里面了。紧接着，火焰的燃烧程度忽然间旺盛了1倍。这是外部火焰引燃了油路，使得油箱也烧起来了。这组员拔出手枪，查看了一下四周，说道：岳处长，有人刚刚往引擎盖和底盘下面泼了汽油。话音尚未落下，他的身体陡然控制不住的一震，瞳孔骤然凝缩了起来。因为一把匕首已经无声地捅进了这名组员的后腰处。你现在去医院还能保住性命，只会损失一个肾脏而已。一道声音在身后响起，说的是英语。岳处长，有人袭击我。这组员忍着疼喊道。然而下一秒，他的身体再度狠狠一颤，因为身后的那个男人正握着匕首，在他的身体里拧了一圈。这种活剐所产生的痛苦感太过于强烈了，让这组员感觉到眼前一阵阵的发黑，似乎灵魂都在战栗。紧接着，他的通讯器就被身后的男人一把抓走了。华夏的岳处长，我领了悬赏，保护你们的目标人物。这个男人对着通讯器说道：我建议你们现在就撤退，否则的话，今天晚上你们会在这里丢下很多具尸体。岳冰凌端着突击步枪，藏身于院墙柱子的后面，他的声音冷冷：你是谁？对方能够一口叫破他的姓氏和职位，显然是有备而来。这男人笑着说道：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不能动我的金主。组长，房间里没人。几名冲进别墅的组员们已经迅速完成了第一轮搜查。我不会放过你的。岳冰凌冷冷说道。那又如何？你们连我是谁都不知道。这男人微笑地说道。友情提醒，快点送你们的同伴去医院吧，他被我搅碎了肾脏，现在应该很痛苦。岳冰凌很果断。我们撤退。这男人的声音里仍旧透着让人讨厌的笑意。取消抓捕行动，离开南厉，我便不会再和你们作对。否则的话，刚刚的那一刀，还有那一场火，只是个开始而已。你们将陷入无穷无尽的袭扰之中。以往，岳冰凌在完成任务的时候，总是不惜付出极大的代价，动不动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但那只是针对他自己的生命而言。对于组员们的生命，岳格格还是非常在乎的。在组员们的严密盯梢之下，刘伯果居然完成了潜逃，必然来自于这个杀手的帮忙。从此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段来看，他90%是来自于西方黑暗世界的高手。岳冰凌知道自己必须掌握此人的身份信息和性格特点，才能进行下一步针对性的布置，否则己在明，敌在暗，调查局这边会非常被动。而夏红镇之前也受到了来自黑暗世界狙击手的攻击，说不定发出袭击夏红镇悬赏的，与下命令保护刘伯果的是同一人。受伤的组员名叫林启东。等岳冰凌带着手下赶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正趴在地上，已然昏死了过去。后腰处的伤口触目惊心，附近已经被行动组给清理了一遍，并没有找到任何可疑人物。显然那个神秘人的离去速度非常快。立刻送林启东去医院。
岳冰凌说道。组员们全部上车，迅速驶离这一片区域。在进手术室之前，林启东终于醒了过来。岳处长，抱歉，我失误。林启东深吸了一口气，我甚至都没能看清楚他长得是什么样子，完全没察觉到对方在接近我。他的面色苍白如纸，剧痛让浑身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不要想这些，好好养伤。岳冰凌说道。他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表情，没有一点不安和惶恐，那眸子里的冷光全是战意。明天上午，东亚安全峰会就要开幕了。夏红镇还会在南离停留2到3天，留给岳格格的时间并不多。然而这时候，岳冰凌的通讯器里忽然又传来了那个男人的声音。我知道，你们没想离开南离，还想要继续对付我的保护对象。那道声音里带着非常明显的戏谑之意。但我必须告诉你们的是，我的金主又出了一大笔钱，如果你们不走，这笔钱就用来买你们的命。岳冰凌说道。我警告你，不要和华夏调查局作对。可惜你的警告毫无力度。那个男人微笑着。我还是那句话，在你们不知道我是谁的前提下，无论我做什么，你们都没可能找到我。停顿了2秒钟，他微笑着补充道。而你，岳处长，你的美妙身影始终暴露在我的狙击枪瞄准镜之下。岳冰凌眯了眯眼睛，冰眸之中毫无情绪，声音里面更是没有半点波动。那你不妨现在就直接开枪好了。他正站在医院的走廊尽头，这绝对不是一个适合打电话的地方。你居然不躲避，你的勇敢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意外。那个男人沉默了一下，突然间反应了过来。你在引诱我开枪，暴露自己的位置。岳冰凌仍旧站在窗口，望向外面的月色，沉默着不回应。它位于5层，在前方100米外有一栋10层高的病房楼。如果狙击手藏在这幢楼里，那么只要开枪，夜色下的火光就会暴露他的位置，行动组的狙击手也就有机会进行反狙击了。刚刚在来医院的路上，岳冰凌已经提前想到了这些，并且做出了详细部署。他的习惯还是没有改掉，主动充当诱饵，不拿自己的命当一回事。岳处长，你很有手段。这个男人说道。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亲自用生命来给我设下陷阱，真是让我肃然起敬。然而这时候，一道声音忽然在通讯频道中响起。小岳岳。岳冰凌眸光骤然波动，身体一个机灵。这个称呼只有苏无忌会喊，而且是在对方心里不爽的时候才喊出来。小岳岳，对方是黑暗世界杀手榜排名前10的特尔诺，你在面对这种变态的时候更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明白吗？我知道了。岳冰凌立刻转身离开窗口，紧贴墙壁，说了一句让所有行动组员非常意外的一句话：我听你的。这次跟着岳冰凌的境外行动组还不了解他们的冰山处长和苏无忌之间的关系，听到这位铁面无私的岳格格居然对一个男人言听计从，众人的下巴差点掉下来。要不是紧急任务在身，他们肯定得好好八卦一番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特尔诺？那男人非常意外，声音里透着一股凝重。苏无忌呵呵一笑，废话，当然是有人告诉我的呗。在他的手机里有着一条消息，查到了，领取刘伯果悬赏的是杀手特尔诺。而这条消息的署名是晨曦。
特尔诺的声音再度传来：“你到底是谁？怎么知道我的身份？”苏无忌根本没回答，他一边扯掉了通讯器，盯着狙击枪瞄准镜，对身旁的老男人笑道：“现在隔着2500米，老夏，你猜猜，我能不能打中他？”不知何时，苏无忌竟是把明天要开会的夏洪镇带到了这狙击现场。夏洪镇盯着那把改装过的狙击枪，他并未询问苏无忌是怎么从哪里搞来这种枪的，只是说道：“你要是能打中，我请你回家里吃饭，让我女儿作陪。”话音未落，旁边便是一声巨大的枪响。病房楼的8层窗口，一个身影一晃，摔倒在地。厉害！夏洪镇说道：“你是怎么找到这个狙击手的？”不能告诉你，这是秘密。苏无忌把狙击枪拆开，收进箱子里，说道：“老夏说好了去你家吃饭，到时候记得买点澳龙海参什么的，别抠抠搜搜地给我煮面条。”夏洪镇笑道：“谁说你刚刚那一枪一定打中了？”老夏，你学谁不好？学老宋那个老阴鳖。苏无忌一挑眉毛：“你这种地位的人可不能耍赖啊！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是起码的要求吧？”夏洪镇举起了望远镜，笑呵呵地说道：“他倒不是在故意为难苏无忌，只不过随意调侃2句而已。毕竟，在对待女儿的态度上，他和宋鹤鸣是完全不一样的。”苏无忌说道：“不管是死是活，剩下的都是冰凌的事情了。他手底下的调查局特工可不是吃干饭的。就算是没有一枪把特尔诺给打死，岳冰凌必然也已经知道这家伙的藏身位置了。这个受了枪伤的杀手几乎不可能从调查局行动组的包围圈里逃脱。苏无忌一直都很相信岳格格的战术布置。夏洪镇，看来你对冰凌的评价很高。苏无忌笑道：“那当然，我们是生死之交。”夏洪镇叹了一声：“生死之交。”他又想起了自己那个没什么前途的闺女了。子熙什么时候能跟苏无忌也有这种交情？你叹什么气？苏无忌说道：“我有个女儿叫夏子熙。”夏洪镇看着窗外的夜色，说道：“我曾经对她寄予厚望，但是这么多年，我现在对她唯一的指望，就是给我找个好点的女婿，让我省点心。”苏无忌摇了摇头，心中暗道：“你这个老登，这次是你女儿帮了大忙，知道不知道？”岳冰凌之前要调查这个杀手的行动习惯和性格特点，就是为了精准应对，而陈曦居然直接查出来，这个杀手就是黑暗世界的特尔诺。既然有了这个名字，接下来一切就变得简单了。关于特尔诺的情报，从黑暗世界的论坛上就能查到不少。这个家伙有个人尽皆知的特点，迷信，尤其喜欢8这个数字。苏无忌就是根据这个特点，从病房楼8层的第8个房间找到了这个趴在窗口的家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夏子熙其实救了调查局行动组的不少人，是此案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苏无忌都不知道夏子熙是怎么得知这个任务是特尔诺接下来的，毕竟就连他自己都很难从那个绝对中立的任务工会拿到什么有效信息。而夏子熙这一次临时出国，明显还要继续寻找是谁出了悬赏金来枪击自己的老爸。老夏，你别这么讲。苏无忌说道：“你女儿可能非常优秀，只是你还没发现她的好。”平心而论，营业晨曦真的是方方面面的优秀，放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妥妥的大女主模板。
而导致他没能成为银月接班人的那个缺点，居然是悲悯心。多优秀的姑娘啊！苏无忌暗道了一声可惜。毕竟，由于夏子熙是银月的主力杀手，这种身份根本不能对老夏提起。虽然银月的目的是出于正义，但毕竟手段太过于激烈，这种私刑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违法的。父女俩的职业立场是天然严重冲突的。苏无忌可以肯定，以老夏的性格，如果知道自己女儿的另外一重身份，那么肯定会亲自动手把她抓起来。苏无忌始终是站在银月这一边的，他自然不愿意看到父女相枪的局面发生。夏红振摇了摇头，他要真那么优秀，就早点把那咖啡馆关了，趁着年龄还来得及的时候，给我回到体制里，在我退休之前还能把它往前推一推。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老夏，你不能这么认为，天底下又不是只有公务员这一种工作，我还是开酒吧的呢。夏红振看了他一眼，你还是陆军上校王牌特种部队的大队长。老夏是没见过苏老板在酒吧里跳舞的时候有多骚。夏红振说道：我也是下午的时候才得知，困扰了警方多年的人贩子珍姐也是被你抓获的。苏无忌一下子不好意思跟着老登争辩了：嗨，都是我应该做的。说实话，那些所谓的首都大少，在我看来大部分都是草包，远不如你。夏红振很认真地说道：如果你愿意全心全意在体制里发展，我可以把我的资源都倾注在你的身上。当然，夏红振也知道，以苏无忌的性格根本不会在乎这些。我不感兴趣。苏无忌说道：老夏回去好好跟女儿聊聊，你这性格刚硬了一辈子，就不能对女儿软一软？我一看到夏子熙就来气。夏红振摇了摇头，随后一脸期待地看着苏无忌：要不你去帮我跟他聊一聊。苏无忌不禁觉得对面老登这算盘珠子简直都要崩到自己脸上去了。这时候岳冰凌的声音从通讯器中传来：无忌找到了杀手的尸体，一枪爆头。岳格格的语气之中少见地透出了一股复杂感。毫无疑问，这个男人又一次地救了自己，也救了整个境外行动组。如果让这个幽灵一般的杀手继续在后面跟着，等到回国那天，行动组不知道得减员多少。苏无忌：那就好，月月，回头你单独找我一下。什么？单独？通讯器的那一端，岳冰凌愣了愣，莫名想起在山体空间里的那些经历，俏脸一下子热了起来。然而苏无忌接下来的一句话便是：找我反思一下你把自己当成诱饵的事情，下次再这样不听话我就打。苏副组长，这是公共频道。岳冰凌忍不住地打断。其余的行动组员皆是闭着嘴，竖着耳朵专心听着。快去抓刘伯果吧。苏无忌说道：以这个特尔诺的习惯，应该会把他藏在附近的货车车厢里。货车车厢？岳冰凌没问苏无忌是怎么得出这个答案的，他毫不迟疑，立刻命令道：搜索周边所有货车。这也是特尔诺的习惯，或者说是怪癖。在他以往的任务里，总是喜欢把人质塞在货车中，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夏红振在一旁看着苏无忌，越看越觉得这青年是全方位无死角的优秀。如果硬要找缺点的话，那就是和岳冰凌的关系太近了。老夏这是不知道还有江晚星、白木哥、艾斯黛儿、深田雪乃。老夏，你先回酒店吧，我该走了。
苏无忌说道。你去哪里？夏红振问道。当然是去体验一把南丽的夜生活了。苏无忌咧嘴笑道。当然你的身份敏感，不适合去。夏红振看着苏无忌这油腔滑调的样子，说道。不，你绝对不是去玩乐的。苏无忌，老夏，你这是职业病了，一天天瞎琢磨什么的。他可不会跟夏红振解释自己是要去围观月神和奥丁的战斗。黑暗世界的论坛都热闹得要翻了天了，自己明明就在南丽，到现在还不知道月神跟奥丁到底在哪里决战。要是去得晚了，这仗都要打完了。在苏无忌出门的时候，夏红振说了一句：注意安全，似乎意味深长。苏无忌闻言停下了脚步，扭头说道：老夏，你这一双眼睛明明洞若观火，可怎么就偏偏看不到你女儿对你的好呢？然而这时候，效率极高的阅兵铃便已经传回了消息。在医院外面的停车场有一台货车，我们的人在车厢里抓到了刘伯果。苏无忌立刻说道：保护好他，防止被灭口，你们立刻回国。如果说对方能从黑暗世界里调集力量来保护刘伯果，那么同样可以安排人对他进行暗杀。这种时候的阅兵铃必然处于重重危险之中。好，阅兵铃说道。我让宋局安排专机，争取明天中午之前就起飞。苏无忌说道。我送你们去机场，在你们起飞之前，我不会离开。和围观两大天神交战相比，显然还是月格格的安全更重要一些。谢谢你，苏副组长。阅兵铃在小组频道里很正经地说道。苏无忌随后看了夏红振一眼。老夏，我估计用不了多久，枪击你的案子也要破了。夏红振倒是不怎么担心自己的安危，他说道：希望吧。15分钟之后，苏无忌和阅兵铃的行动组会合，连夜抵达南丽首都机场的贵宾厅。以防万一，这两人直接坐在刘伯果的身边两侧。这个刘伯果今年50岁出头了，头发已经剃成了圆寸，戴着时髦的黑框眼镜，面部由于刚刚打了玻尿酸，一些皱纹被填充了，现在还明显有些水肿。他穿着一套深蓝色修身西装，看起来像是个事业成功的中年男性，整体打扮和以前在国内天天穿行政夹克的样子截然不同。这种改头换面看起来还挺潇洒，但究竟值不值，只有刘伯果自己才清楚了。东躲西藏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苏无忌打量了一下这位前司长，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刘伯果摇了摇头。不到这个位置上，你永远不会知道有多么的身不由己。苏无忌说道。这话说的好像那些钱不是你贪的一样。刘伯果说道。你太年轻了，还不懂 CTS。 苏无忌。年轻不代表不懂，老了也不代表一定要同流合污。刘伯果看了看他。你是调查局的人。苏无忌说道。调查局的编外人员。刘伯果深深地看了苏无忌一眼。不，你不是编外人员，你是个指挥者。我今天被捕，应该主要是因为你。苏无忌笑了一下。看不出来你的眼力还挺强的，这么聪明的人不该走上这一条歪路。刘伯果转头看了看阅兵铃，又看了看苏无忌，随后露出了恍然的神色。他自嘲地笑了笑，说道：栽在苏家未来家主的手里，我心服口服。听了这句话，苏无忌的眼光一下子变得危险了起来。刘伯果感受到了苏无忌身上的气势，微笑着说道：
仅仅是凭借一个眼神，就能让周边的温度下降好几度。你看，我肯定没认错。你好像对我非常了解。苏无忌眯了眯眼睛，并未否认自己的身份。苏家早已搬离了首都，已经低调生活了那么多年，这个刘伯果居然还能那么快就判断出来苏无忌的真实身份，甚至还很精准地喊出了未来家主这个称呼。这让苏无忌不禁想起了宋之瑜之前的分析，那次两大江湖门派主动上门挑衅事件，真实目的就是为了试探整个苏家。总有一些自大的人忘了要去读历史，我总是认为自己习惯于以史为鉴，可偏偏还是栽在了这上面。刘伯果说道，遗忘会给人带来惩罚的。这话语里颇有自嘲的意味。苏无忌说道，我并没有在和你聊哲学。刘伯果说道，我聊的也不是哲学，而是事实和大事。遗忘了苏家，导致他被捕，这是事实，更是不可逆的大事。苏无忌摇了摇头，你们在针对苏家啊？刘伯果看了看身边这青年，很认真地说道，起码我是不敢的。这家伙是个聪明人，话语明显有所保留。聊点有用的吧。苏无忌问道，不谁让你干的？刘伯果沉默了一下，说道，知遇之恩，无以为报。这就是不愿意说的意思啦。苏无忌摇头冷笑了一声，雇佣杀手袭击夏洪镇，这也是你背后的靠山做的吧？刘伯果摇了摇头，不是，也不可能。其实按照常理来说，这条线都调查到刘伯果这种级别了，他的背后所站的究竟是谁，应该很容易找出来才是。可偏偏所有线索到刘伯果这儿就全断了。对方明显极为谨慎，并且做得相当隐蔽，甚至还提前通知刘伯果出逃，弃车保帅。刘伯果看向了苏无忌，你会背叛一个救了你好几次的人吗？苏无忌直接否认，坏人不会救我，他们救我，必定是别有所图。刘伯果摇头笑道，起码在我的视角上，他不是坏人，他拯救了我的人生，把我从迷沼之中拉了出来。此时被抓，刘伯果表面上看不出来半点沮丧和不甘，反而挺坦然的，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自己会有这么一天。但这种坦然绝对不是苏无忌和岳冰凌这种执行抓捕任务的人员愿意看到的。嫌疑人越是慌张，越是失措，才越好对付。苏无忌摇了摇头，其实你本来可以直接否认你的背后没有任何人，但你偏偏承认了这个人的存在。刘伯果似乎说出了心里话。如果换作是调查局的其他人来审查我，我不会说，但现在面对的是苏家的未来家主，我还有什么好隐瞒的呢？我不认为我有让你畏惧的理由。苏无忌说道。在你眼中苏家是什么样的？刘伯果说道。是传说。苏无忌又问道。那我呢？刘伯果笑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很高的评价了。岳冰凌在一旁开口说道，进了调查局的审讯室，什么都能让你吐出来。刘伯果的眼睛里有着一抹认命了的释然笑意。岳小姐，你们觉得我真的有机会被带进调查局吗？苏无忌说道。现在这间机场贵宾厅被严密防守，周围2公里以内所有有可能潜伏狙击手的地方都已经被调查局清理过了。要不你来提醒提醒我，敌人如果要灭口，该从哪里入手呢？我也不清楚。刘伯果说道。但我了解他，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来救我。如果实在救不成，
他才会用那种最极端的方式来了却一切。他越是愿意为你付出代价，就说明你越是值钱。苏无忌微笑着说道。我现在也觉得越发有意思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们来。可能他们已经来过了。刘伯果意有所指地说道。这次的南丽真的很热闹。随后他摇了摇头。我想去卫生间。我带你去。苏无忌示意2名调查局特工先把卫生间仔细排查一下，确保里面没有任何问题之后，才带刘伯果进去。刘伯果笑道：不用那么紧张，即便是出问题也不可能在这里的。苏无忌看着他解决完了问题，提好了裤子，才说道：我不喜欢看到坦然赴死的人，尤其是这种事儿发生在一个贪官污吏的身上。刘伯果说道：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算是那种干实事的贪官。苏无忌：你今天的表现一点都不像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贪官不贪官的，哪能看得出来？刘伯果摇了摇头，笑着说道：我本来其实是想当个好官的。而这时候他忽然连续咳嗽了好几声，身形也明显晃了一下。苏无忌立刻伸手摸了一下对方的额头，额头滚烫。你发烧了？苏无忌的眉头微皱。应该是吧。刘伯果说道：被你们俘虏的时候还好好的，但这会儿感觉有些虚弱了。苏无忌和3名调查局特工一起，立刻把刘伯果带回了贵宾厅的座椅旁。他眯了眯眼，总觉得不对劲。短短10几分钟的时间，刘伯果的虚弱感已经越来越明显了。他的呼吸已经变得非常粗重，眼皮似乎也变得沉了许多，不像之前有聊天的兴致了。这来势汹汹的体温上涨，完全不像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岳冰凌问道：会不会是有人下毒？苏无忌拧眉说道：不排除这种可能。如果是中毒的话，那么敌人是什么时候下毒的？岳冰凌看了苏无忌一眼，眉头轻皱。后者立刻读懂了这眼神的意思。岳格格想表达的是，行动组是不是有刘伯果的内应？苏无忌摇了摇头，回了一个不确定的眼神。岳冰凌随后推翻了自己的这个想法，说道：从俘虏刘伯果到现在，我一直守在他的身边。就算是组员之中有内应的存在，也不会有下手的机会。一名组员从机场服务台取来了退烧药和耳温枪，给刘白果量了一下温度之后，耳温枪的显示屏瞬间变得一片红，居然是42度。而这时候刘伯果已经近乎昏迷了，嘴里喃喃自语，完全听不清楚在说些什么。苏无忌看了看退烧药，说道：缓释的退烧效果太慢，去找医生来打针，起码试一试。岳冰凌看到这情景，便知道此事已经无可挽回了，大意了。他轻轻自语，冰眸间一片冷意。不是你大意，而是敌人先下手为强，对方根本没想着营救刘伯果。苏无忌冷冷一笑，说道：什么找来杀手营救，都是做一下迷惑我们的表面功夫，缓兵之计而已。机场医生已经闻讯赶来，给刘伯果打了一针退烧针。然而又过了半小时，退烧针完全没起作用，刘伯果的体温仍旧居高不下，皮肤甚至已经变得烫手了。机场医生给自己戴上了口罩，随后说道：我建议你们也做好防护，如果患者是因感染病毒而发烧的话，那么这病毒一定是最猛烈的那一种，我不确定有没有传染性。谢谢你啊。苏无忌和行动组员们立刻取出口罩戴上。
岳冰凌问道。送医院抢救。苏无忌摇了摇头，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即便走出机场需要面对更多的变数，但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刘伯果就这样死掉。十几分钟后，行动组的车辆抵达最近的医院，近乎丧失意识的刘伯果被抬进了急救室。过了好一会儿，医生走了出来，说道：病人的体温控制中枢已经彻底坏掉了，肺部和肾脏等器官都出现了严重损坏，甚至逼近衰竭的极限了。苏无忌狠狠皱着眉头说道：没得救了吗？建议你们准备后事。这位医生还是驻南离大使馆帮忙联系的专家，他说道：也许患者感染的是一种新型病毒，完全摧毁了他的抵抗力。新型病毒啊？苏无忌问道。可是这病毒的发作太猛了，从正常体温到42度也就是不到半小时。这位专家想了想，最有可能的是病人所感染病毒的量极大。苏无忌：感染量极大？这位医生说道。在感染之后。苏无忌说道：这我明白，但如果是病毒大量感染的话，需要怎么来把这些病毒输入人体里？医生毫不犹豫地答道：注射。注射。这时候，烧得满脸通红的刘伯国已经被推出来了。苏无忌看了看他那打了玻尿酸而水肿的脸，终于明白敌人是通过什么方式来灭口的了。刘伯果在逃到南丽之后，每天都要去整形医院对脸部进行整容，但是今天给他注射的不只是玻尿酸，还有某种烈性病毒。这种病毒在与刘伯果的机体免疫系统对抗了数个小时之后，终于全面击溃免疫屏障，彻底爆发。他其实是个挺有智慧的人，走上这条路有点可惜。苏无忌摇了摇头，终究还是被害死了，有点可惜。岳冰凌说道：可惜归可惜，但事实上两人都没有功亏一篑的沮丧。敌人越是表现得那么强大，就越是能够激起他们的斗志。岳冰凌说道：我去跟宋局汇报一下。这时候苏无忌的手机忽然滴滴滴响了好几声，这是黑暗世界论坛的重要消息弹窗提醒。他打开一看，一条消息已经引爆了整个论坛。这消息有2行，第一行的内容是南离一战，奥丁重伤，今日反欧，月神坠海，生死不知。第二行写的是黑暗世界的天神势力格局，近期将要发生巨变。苏无忌的眼睛陡然一眯，这2行消息看似是实时播报战况，可实际上却是火上浇油，唯恐天下不乱。而这末尾的署名是雷蒙情报局 S 级调查官星辰歌者。